当年没买老货，现在我没有米儿，我想我8倍儿，咋整呢？当然是买麦克风啊，这些破啦！理解热爱，分享快乐。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商业分享。可能上期视频大家也注意到了，我桌上已经出现了这个泥面人，虽然不是有意为之啊，但这款呢又是一个国内代理没有拿到的限定款啊。我都准备给这个系列重新开一个名了，就叫奶牛猫之殇啊，太可怜了这个系列。妮脸这个角色呢，在92版啊有一条自己的故事线，虽然说呢这个戏份不是很多啊，一共只有3集，但是整体呢讲述的还算比较完整啊，分别是泥人的胜利上、泥人的胜利下和粘土大解崩，还有一款电子游戏叫做迷失吧，也算是他出场的一集吧。正如这个标题所写啊，这款产品呢依然是老麦对老货的一个复刻，出版是 DCD 在2016年的12月份左右出版啊。当年是40美金的一个定价，时隔现在啊也是8、9年前了，那时候我还在上学呢，所以说呢我也很难去有机会把它拿下。那这款产品呢也是常年维持在1500、1600往上的这么一个价格，甚至2000多都出现过。那么如今老麦又是干了一件圆梦事儿啊，把这款产品呢给在这个系列里再版了，不过它整成了一个渠道限定啊，所以国内的代理呢又是拿不到货了，咱们只能自己海淘了。哎，我买这款玩具的这个过程啊相当的痛苦。一开始先是跟朋友第一时间在外网就预定了，结果没想到到后来呢被人家给砍单了，没办法只能去闲鱼上订了，没想到闲鱼上呢也已经结单了，真的是很倒霉。在这之后呢又看到有那种需要先款确认的，本来也想去拍一个，结果呢我刚把钱提现啊，这个东西就下架了，真的是给我整崩溃了。幸好这时候有一个兄弟啊，他闲鱼上刚上一个链接啊，正好我这个朋友呢他看到了，第一时间提醒我，就让我以这个440块钱包邮的这个价格给拿到手了，真的是非常感谢呀。这可不是广告啊，这老哥人是真挺好的，跟我沟通挺耐心的，价格呢也非常的便宜，没有他呀我还真不知道啥时候能买上呢。行了，说完这么多这个曲折离奇的购买故事，可算把这个多年的怨念给圆上了。接下来看看这产品到底怎么样吧。包装盒呢依然延续了复刻这条线的这个致敬元素啊，有点类似于 Kenner 那种复古包装，然后是老麦这莫须有的金标人物名，侧面呢是一个人物的插画，然后背面一个挺霸气的剧照。我这盒稍微有点压了，不要紧。实物这次没有添加老麦之前特别喜欢的2次元涂装啊，保持了和出版一样的这种消光的质感，这不是我胡扯啊，它确实上了一层消光，你可以看到关节里边的部分没有上到的呢还保持了塑料的原色。整体的细节刻画呢在抓住角色特征的同时呢延续了 TS 系列这个就是简单夸张的视觉风格吧，极为巨大的上半身和特别小的2个小腿啊，看起来呢还是有点可爱在里边的。头雕方面吧，我认为有些角度限定了，从正面看总感觉有那么点小脑萎缩的意思啊，看起来脑袋怎么尖尖的，但是你转到侧面啊，在这个光照之下呢，跟这个设定图比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个头的下巴处的这个沟壑以及这个透视还是比较接近动画里的形象的，把两边遮住你看就更顺眼了是吧。它这个头雕的切分法呢，切了这么一个顺延在肩膀上的线条啊，反而破坏了这个头雕的形吧。在这个价位呢表现还可以，但是如果你跟 Mondo 去比呢，形态方面还有很多可以加强的部分，不过这个4-5倍的差价，豪华版的10倍差价就对吧。手感方面呢，保持了原版的这种沉沉甸甸啊，而且这个漆面摸上去也很像。拿出同系列第一波的老爷来对比一下呢，你可以看到这个身高啊并没有大多少啊，其实就很正常的一个尺寸，只不过这个体廓和体型方面是宽了不少。不过可能受到这个产品规格的这个盒装的原因啊，它的大小还是不够符合动画中的比例啊，这个泥人还是太小了。动画中泥人完全是个怪物啊，一只手呢就能给一个人提了起来啊，一个手基本上能把蝙蝠侠整个人腰都扣在墙上嘛，特别粗壮的一个大怪物。这次老麦呢，虽然外形上整体看上去跟原版吧还大差不差，但是这个品控啊就非常的差了。首先就是这个各处的关节呢都非常的松垮，比如说你看我这个头啊，完全呢就没有一个结合，其实它是扣住了的，你低了这个头呢，玩具倒是不会掉下来，但是它整体就没有什么阻尼感，特别的松。包括我倒的时候这个手啊胳膊腰啊都挺松的，然后我自己呢是加了点蓝晶胶在里边，或者你可以加固啊，反正就是丢当的跟人家原版肯定有很大差距的。包括这个涂装面部这个眼睛的部分和牙齿呢还是多少带着一点这个不均匀和潦草。顺便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弯腰的可动性啊，说起来挺搞笑的，这泥人呢因为造型的关系恰好跟老麦的大部分产品一样啊，弯腰幅度很大，正面幅度几乎没有啊。不过这个确实不是老麦的问题啊，当年这款呢就是这样的，也是挺有意思的吧。那腿部它是只设计了一个小腿关节，没有这个
就膝盖关节，所以这泥人的下半身呢，基本上就是以展示为主了。但是这个切面关节切的还是很自然的。其实我觉得看上去吧，和原版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差异，但是玩上去估计啊差异就不小了。但是很遗憾呢，我没有经济实力购入一个出版，让大家看一下两款之间的差异吧。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咱们 B 站那个逼逼赖赖哥他的一个视频啊，他是购买了一个出版的，然后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开盒吧，这样你就可以对比一下差异啊。这个替换头呢还是照常附属了一个类似于发怒的表情。当然了，根据角色的特性呢，你也可以当成一坨地上的泥脸啊。接着也是这么一个泥巴变换出来的铁钩啊，看着造型还是非常不错的。由于老麦这个手臂整体偏松啊，所以替换呢倒不是很麻烦，这个手感正好吧。摆个小造型看着呢还是挺有那么个意思的啊。一把由泥汇聚成的斧子，看起来细节刻画也不错，沉甸甸的。一个泥巴幻化出来的流星锤啊，但是我不建议你一直甩，因为中间虽然是铁链，但我怕这个来回摩擦它掉漆啊，毕竟底下还是实心的，挺沉的。不过 DCD 可能没有注意啊，当年动画片里呢，泥脸变成大部分实用工具的时候啊，它是直接会变成那个工具的颜色啊，比如说爪子吧，它是真给你变成一个金属的爪子，还有蟹钳什么的，都是原本物品的这个质感啊。除了一些泥变成的锤子之类的，很少有这种泥形态的颜色的配件。简单来说就是他们做忘了啊，其实这个是不还原的，这个就赖不上老麦了，因为原版也是这样的。老麦的传统啊，一张他这个新会的人物卡，正面是这个泥人雄阔的身姿啊，画的还挺好看的。背面呢是比较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泥脸在 TAS 版的这个故事啊，既能让人快速的了解角色啊，也能说明那个制作组呢至少是重温了这个动画片。这次啊是首次在这个系列里呢又附属了一个老麦的经典原片小地台啊，不过上面印刷了这个蝙蝠侠动画系列的这么一个标志啊。然后但是我还是用蓝凝胶啊，并不是它站不稳，而是我还是毕竟它这么沉的一个体重啊，它底下下盘又那么的小啊，虽然说它平时能站得住，但你不能依赖于它这个整体的稳定性在你的柜子里啊，一旦倒了就倒一大片，对吧？所以有地台呢还是勉强带一下。很可惜没有出版的那个地台啊，不过老麦这条线一直也没有，我就不奢求了。其实这款玩具到手呢真的是了结了我一个怨念啊，我其实非常的喜欢。很多朋友看到说，哎，这个东西比老版也太垃圾了，还是老版的好，这个不假，确实是人家出版的比较好。问题是呢，现在也没办法花到比较一个合适的价格去买到出版，那就是对这个题材比较喜爱，对这个造型比较喜爱的同时呢，这款玩具本身也没有一个太多的玩点吧，所以说这个造型上保了比较多啊，质感上沉重上保的比较多，我就已经很满意了。现在一个出版的价格呢，差不多能占上一个蒙豆的钱了，而蒙豆本身呢又是这款产品的4-5倍，豪华版更是将近有10倍之多啊。我当然也不奢求我现在花这点钱就跟人家当年第一批支持和预定的玩家拿到一样的东西啊，但至少这个东西在分量和这个外形上还是能填补我当时的一个遗憾的。其实我觉得老麦复刻 TAS 这条线呢真是好事啊，因为我确实很喜欢。而且就像我之前视频里提到过的，这个新料子看上去可能比较油光满面啊，但实际上它这个整体的材质比较的软啊，在把玩起来的手感呢，比起 DCD 的原版甚至说还是会好一点。 DCD 的原版其实玩起来手感还是有点生涩的。具体在老的和新的里面怎么选择呢？主要还是看你个人的一个情怀程度加一个喜爱程度啊。毕竟这个角色其实只出场了短短的3集，而且其中第1集呢他还没变成泥脸呢。OK， 喜欢我的内容呢就请点赞收藏加关注，你们的支持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聊天群，与我们一起聊玩具，理解热爱，分享快乐。我是鲨鱼，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